上一集呢，我们说到了梅花艺术的出现时期和用数字来起卦的简单方法。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来起卦，它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你要烧热水，以前呢必须要有锅、有盖子、有炉子、有柴火才能把水给烧热，这就是道理。礼法虽然是在实践现象中总结出来的，但是总结了礼法，我们才能够来传承，不至于需要一代一代的都去实践总结，再认知一遍才能够应用啊。所以礼法学通了，实践才会更方便、更快捷、有方向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记住先天八卦的方位和对应的数字：乾一、兑二、离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，我们才好用它们对应的数字来起卦象。先天八卦它来自于河图的推演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：乾为天，坤为地，你站在天地间，上面有天，下面有地，天地之间呢有日月周而复始的运动，太阳有温暖就代表了离为火，离卦中间是虚的，月亮有光但是不热，又在晚上出没，会周期性的引发潮汐，就代表了坎水。坎卦中间是实的，从八卦的形象上说明了我们的古人早已经知道太阳是一个大火球，月亮是实体的，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芒。要下雨的时候就会刮旋风，会打雷震动，雨水落下必然在低洼处形成了对泽坑池，如果雨水太大形成了洪水，人们就需要到更高的艮山上来躲避洪水，而且高大的山也会给人天然的压迫感，让人敬畏。也许只有生活在大山的人才会有这样对大山的敬畏心吧。正因为这8种大的自然现象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才让我们的先辈总结出来这先天八卦的符号，代表了这8种自然现象。所以先天为体，也代表了我们所处在这个空间的状态。如果再加上时间维度的64元图，就组成了64卦方圆图，构成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立体全息图。这64卦方圆图咱们后续再单独的去叙述啊。这8卦呢还分阴阳五行和卦气的旺衰状态。正如孔子说的，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学易经我比较重要的就是玩这个字眼啊，以玩的心态和方法来练习，才能熟而生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来讲一讲八卦的阴阳五行和卦气的旺衰状态。